大家好，今天为您带来2026小米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珠海站的赛前科普。我们将在这期节目里一起了解85号车组以及车手王一博在珠海站即将面临的赛道天气、对手以及赛车等等情况。根据 ChinaGP 官方平台提示，总结出了观赛指南，祝所有车手都能够稳定发挥出自己最佳的成绩，也祝福我们王一博可以享受比赛晋级讲台，赛道平安。首先我们来关注对赛车运动而言至关重要的天气情况。根据珠海国际赛车场所在的珠海唐江湾地区过往5年里7月24号到26号的天气情况分析，2021年3天暴晒，平均气温高达35度，2022年3天持续小雨转阵雨，气温25到30度，2023年3天均晴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降雨时间集中在午后。2024年7月24号到25号暴晒无降雨，平均气温28度到35度，26号阴转阵雨，傍晚时分降雨量最大。2025年7月24号到25号暴晒无降雨，平均气温28度到35度，26号大部分地区晴天，局部地区有零星小雨。那根据中央气象台发布的卫星云图来看，今年的7月24号到26号之间，珠海大部分地区将迎来阵雨。我们聚焦珠海国际赛车场，结合 ChinaGP 官网发布的赛程，7月24号早8点到午间12点晴，下午14点到16点有雷阵雨，温度26度到33度，湿度79%，紫外线强。一博所在的 GT3 组别试车阶段安排在上午的11点到12点晴天阶段，下午 GT3 的自由练习赛时间将安排在 GTC 和 GTS 之后，也就是15点50分到16点50分之间，这个时候大概率会有雷阵雨，这也给参赛车队和车手们提供了雨战的练习机会。根据赛程安排，25号周六的上午9点50分到10点27分将进行 GT3 组别的2轮排位赛，这个时候天气应该非常适合比赛啊，既不暴晒也没有雨。 GT3 组别的第1回合正赛将安排在25号下午的17点进行。精确到小时的天气预报显示，这个时间段是阴转多云，降水概率大概60%，也希望在第1回合正赛的56分钟加1圈的时间里不要下雨，否则车队将面临着是否更换雨胎的选择。即便我们拿到的是卫星云图和精确到小时的天气预报，也不能保证精确预测车手在出发之后即将面临的天气情况，面临多变的挑战和选择，冲刺出最大动能，这也是赛车运动的魅力所在。好，我们来关注26号的天气。目前看到26号周日的天气预报是多云转阵雨，降雨主要集中在上午的10点到下午16点，而GT3 组别第2回合的正赛恰巧就安排在当天的16点10分到17点10分之间。而考虑到干胎对比雨胎的行进优势，如果雨势不大，车队大概率不会考虑更换雨胎，这也将是对车手们在湿滑路面进行比赛的一场考验。对于现场观赛的王一博粉丝而言，好消息是这3天的平均气温在25度到33度之间，这样的气温在大暑节气伏天的广东已经是非常舒爽了啊，只是我们要做好防雨防晒的准备啊，因为著名的有棚自远方来也不给搭棚的珠海国际赛车场是没有棚的。我们来根据珠海国际赛车场的地形图来分析一下大家观赛时候的具体体感。从地形上看， ZIC 赛车场是夹在凤凰山山脚、丘陵和伶仃洋滨海平原之间的，属于山前缓坡滩地，这样的地形普遍通风较弱，闷热感和体感温度比珠海市区里更强，更容易突发阵雨。我们从此前王一博工作室发布的练车视频里也能看出，在经过暴晒之后，珠海国际赛道的地表温度一度可以达到65摄氏度，心疼波波一下，各位摩托姐姐们也一定注意防暑。85号博研社的学习委员姐姐这一次也会到现场去观赛，为大家准备了100份防暑降温包，祝大家观赛愉快。好，下面我们一起认识珠海国际赛道。从高空来看，它很像一台路由器，这是一条经典的 Stop and Go 赛道，停走型赛道啊，说大白话就是在大直道把车速拉到最快，然后一脚重刹慢过弯，刚出弯就需要地板油啊，把发动机全部的动力释放出来，这样全程循环往复，特别考验赛车的轮胎和制动系统调教，还有赛车手对于刹车和油门的细腻把控。
也是整个 China GT 系统里最吃车子动力和赛车刹车调校的一条赛道。ZIC 珠海国际赛道位于珠海唐家湾镇，创建于1996年11月。它是我国首座符合国际汽联一级方程式标准的国际赛道，也是我国首个永久性的国际赛道，比上赛道早了8岁。整个赛道顺时针布局，全长 4.3 公里，含有14个弯，其中4个左向弯，10个右向弯。最长直道是位于14号弯道1号弯之间的900米长直道，也就是这个能够容纳13000观众的主看台正对着的大直道。主看台对面是40个5乘1890平方米标准的维修 PIT 房，维修区外发车区的这条跑道宽14米，平均的赛道宽度是12米，其中最窄的位置只有7米宽，仅能容纳2辆赛车并驾齐驱，主要集中在9号弯和10号弯的过弯后啊。好，咱们下面就从车手视角一个弯一个弯的盘一下这条赛道。首先1号弯到2号弯是大直道尽头的连续中速右弯，也是全场第一个重刹车弯，因为在这里车手们刚经历过大直道的极限加速冲刺，以260公里的时速接近1号弯，所以这里考验的是极限晚刹。而2号弯是紧跟着1号弯的一个小右弯，这里1号弯的进弯路面宽还是14米，进到弯内就变成9米了，也就是说需要车手在极限晚刹的时候将车子从6档降到2档，将车速从260公里每小时降到85公里每小时，再入弯再发车后，这里也将是全场第一个超车的机会。谁的刹车最晚，入弯最贴内线，就最容易超过对手。刚刚我们在天气板块里也了解到，在7月24到26号之间，珠海国际赛车场有极大概率会降雨，如果遇到雨战，这里的路面排水是较差的，那么大直道尽头的缓冲区又较短，这也是对于所有参赛车手的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据了解，这个季节在降雨之后，主直道末尾的刹车区一般都会有积水，这要求车手在刹车的时候是雨晴天要提前3到4个车身的。车辆在进入1号弯的时候，如果油门给大了，后轮也容易打滑，原地转圈。如果比赛当天赛场下雨，那2号弯的出弯口也同样面临着这个问题，在出弯摆正车身的瞬间，如果油给大了，也很容易甩尾上墙。那么此时如果刚好有几辆车在这里并排行驶，那也是考验车手的心理素质和驾驶技术的时候。所以 T1、T2 的弯组在下雨的时候是整场比赛事故最多的时候。好，进入3号弯是一个向右的假弯，通常我们把转弯角度较缓，不用收油门减速的弯道叫做假弯，因为这条赛道的路面宽度达到了12米，空间非常的足，所以说在晴天的时候 GT 赛车经过的时候可以把车速推到200公里每小时，也就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高速弯。值得注意的是，如果遇到雨天，这里两边路肩会比较高，路中容易积水，也就要求车手在过完3号弯之后，给即将到来的4号直角弯留出足够的减速余量。接下来是4号弯，4号弯是全场第一个左转弯，也是重刹车极速弯，也是珠海赛道超车前3名的点位。这个弯道的难点在于入弯处极窄，过完弯道之后立刻变宽，最宽处能达到14米，这要求车手在以超过18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经过3号弯之后，要一脚猛刹降到2档，以低于7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进入4号弯。4号弯入弯口的内侧地势较低，如果遭遇雨战，这里大概率会积水，那晴天里极限晚刹的超车思路在这里就完全不能用了。所以如果遭遇雨战，4号弯也许是一个精彩的赛点。5号弯在晴天里可以不用刹车全速通过，因为它是一个向右的假弯，弯度非常的缓，如果遭遇雨战，4号弯到5号弯之间的小直道会有积水，这里就要求车手对油门有一定的控制，同时方向也要相对柔和。下面6号弯又是一个高速的向右架弯，这里的路面宽达12米，所以车速维持在时速170以上都没有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是雨天，过了6号弯路肩会有积水，而7号弯又是一个全场核心的低速发卡弯。我们在这里大胆预测，一些驾驶习惯相对谨慎的车手就会在6号到7号弯之间的这段路提前收油，那么对于后车来讲，这也是一个雨天超车的机会。好，接下来就是7号弯，整条赛道的第一个标准的掉头弯，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做停走型赛道。在经过这样的弯道的时候，
一般的车手会将车子降到1档，以6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入弯，入弯口的路宽还有12米，进入弯内则只有7.5米。7号弯对大马力的 GT 赛车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也将是全场胎耗最严重的地方。入弯前极限刹车磨前轮，出弯的时候得有打滑磨后轮，如果遭遇雨战就麻烦了。这里将是全场的核心难点，因为7号弯的弯心它是凹下去的，这里的积水会非常的深，而6号弯到7号弯之间的距离300米左右的时间内，需要从6档时速200公里以上降到1档时速60公里，让想想都很难啊！强烈建议现场导播和转播机位把镜头焊死在7号弯过了7号弯之后，可以稍微松口气，因为8号弯是一个微微向右的假弯，不用刹车全速开。但8号弯对于会利用它的车手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经历过7号弯的潜龙勿用之后，有经验的车手将在8号弯迅速的调整车身姿态，将车速找回来。而如果是雨战，7号弯出弯的 push 就不会太狠，而且要给即将到来的9号弯直角弯留出3到4个刹车身位，这也会极大的考验车手的耐心和经验。9号弯到10号弯是连续90度的左直角弯，也是全场最难的复合弯。大部分车手会在进入9号弯之前将车速降到80到90每小时，而进入9号弯之后，路面只有7米宽，所以如果要超车，9号弯到10号弯之间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只要前车稍微关门，后车就超不过去。而一旦遭遇雨天，这里将是最大的陷阱。2个连续的近距离直角弯，积水也将连在一起，而出弯处又特别的窄，一旦这里油给大了，车身失控就再也没有空间救车了。9号弯到10号弯这个地方是主看台，观众席不能够直视到的，所以我们祈祷现场的视频导播能够给我们安排好航拍，不要让我们错失精彩的缠斗镜头。10号弯之后是全场第2长的500米直道，在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赛车的高速飞驰，但紧接着的11号弯又是一个向右掉头的发夹弯，这个弯跟7号弯的过弯逻辑一模一样，也是需要将车速降到65公里每小时再入弯，唯一的区别在于11号弯出弯后有一段中等长度的小直道，这里的油门踩得顺不顺直接决定了12号弯到13号弯的整段车速。12号弯和13号弯都是弯度不大的高速假弯，而如果在此前的比赛里有2辆赛车的成绩咬得比较紧，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在这里可以贡献出非常精彩的超越和防守的画面。来到14号弯，全场赛道的收官弯也是全场最高速的右弯，过完这个弯就直接回到发车大直道啊！很多 GT 赛车在过这个弯的时候时速都超过了140公里。14号弯出弯后是900米，全场最长直道14号弯的出入弯口，也将是防守车辆贡献出绝佳防守画面的机会。当然不得不提呀，如果是雨天，这个全速 push 的思路就得彻底作废，进弯前要提前收油，出弯也要搂着踩油门。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也是一位 GT 赛车的职业车手在珠海赛场进行的练习画面，看到他本圈的圈速为1分37.7秒，这个成绩跟一博在2025年 China GT 珠海站的第1回合雨战里的这个成绩是一样的啊，1分37秒768。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成绩比较2024年一博在珠海 GT 赛车的首站已经提升了3秒多。我们也期待今年的珠海站也算是 All Racing 车队的主场，王一博能够有更加惊艳的发挥。